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3年的5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又要开始学习中文了。每个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也有理查老师会教大家中文，欢迎大家参加理查老师的直播课。老师的直播课是免费的哦。好，欢迎大家。老师看到了立新第一名，还有 Kai 海山，好久没看到海山，还有 Sierra 罗山，还有这个同学不晓得来自哪个国家，欢迎你哦。米磊塔尼亚，欢迎。月莹、林子，还有 C 同学，还有春娇同学。好，对，今天立新是第一名哦。好，Junaid，好久没看到 Junaid 啊，Junaid 也来了，还有佳妮，欢迎。Junaid，我是不是念错你的名字？你应该叫 Juno， 对不对？是吧？应该不能叫你 Junaid， 你好像叫 Juno， 对不对啊？哦，好，秀芝 Richard， 还有忘记了，你有个中文名字我记得。好，佩霞，哦 Vanessa， 好久没看到你了。高杰，欢迎。哦 Miss Mary， 好久没看到你了。还有我们的 Annis， 还有 Henny， 欢迎大家，我们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步数。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好，4703。好，我们再看一遍哦，4703。好，4703中文要怎么说呢？4703。好，好 ，Nalita 欢迎。好，这个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好，慧君，我看到慧君了，欢迎慧君。好，4703中文要怎么说呢？哇 ，Henny 很快哦 ，Henny 说4703步。佩霞说今天理查老师跑了4703步。Kai 塔尼亚还有林子米磊都答对了，4703步。老师，我可以参加吗？你现在就参加啦。哦，对哦，中文名字是君诺哦，君诺 Juno， 以后要念对哦。好，秀芝4703步。好，还有佳妮4703步。今天老师很忙吗？老师这个星期会很忙，因为老师有很多志愿者的工作要做，所以这个星期可能都没有时间跑步了哦。对，这个汉奸说今天跑得很少，这个星期都会跑得很少，因为老师这个星期非常的忙哦。好，达飞，欢迎达飞啊，敏敏来了，欢迎啊，好 ，Anis 欢迎啊，好 ，Sierra 答对了 ，Nalita 答对了，好，雷曼，欢迎雷曼，好 ，OK， 我们来开始上课吧。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HSK 第3集的初级词汇。今天我们学习3个非常简单的词汇哦，但是你们可能去中国会用到这些词汇，因为你有可能要去中国学习的时候，你要租房子，你要在中国租房子，所以这些词汇非常的重要。好，第一个词汇叫房东，房东。第二个词汇叫房屋，第3个词汇叫房租，房租。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词汇房东。好，各位同学，房东指的是一个人 landlord。 什么叫房东？房东就是租给你房子的人，把他的房子或者是房间租给你的人叫房东。那这个我们口语中也可以说包租公，包租公是男生哦，包租婆是女生。如果你不说房东，你也可以说包租公或包租婆，一般我们都说房东就可以了哦，房东。好 Carmen 欢迎，对，君诺啊，君诺好，有很多新同学都来了。
好，那么各位同学，房东可以是男的，可以是女的，男生可以叫房东，女生也可以叫房东。好，OK，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词汇。房东一个月收一次房租。好，房东一个月收一次房租。好，各位同学，这个语法比较难。收房租就是收房租就是房东会跟你说，这个月你要给我租金，你要给我钱了所以他会来向你收房租。好，那房东多久会收一次房租呢？一个月收一次。好，所以这个把它记起来。我们中文会说一个月收一次房租，2个月收一次房租。所以收房租是一个离合词，收房租是一个离合词。比如说，理查老师要收你房租，所以记得它是离合词哦。好，我要说收你房租。好，小宁欢迎。好，理查老师收 Juno 房租，理查老师收 Norbert 房租，它是个离合词，收谁房租？收一次房租好，特别注意。好的，没问题Link for donations 你要捐钱给我吗？这位同学，你在那个 dialog box 就可以找到这个 donation link 谢谢你。好 ，OK，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各位同学，除了房东 landlord 这个词汇之外，我们还要学习房客。客就是客人 guest， 房客就是租房子的人。你会向房东租房子或者租房间，你就是一位房客。OK， 你就是一位房客。好，特别注意好，今天房东来收了我的房租。好，很好的一个句子房东来收了我的房租。好，收房租是动宾，对，因为收是动词，房租是一个宾语好。好的，各位同学，房客如果租了房子或租了房间，那么他就可以搬进来，他可以搬进这个房间，他可以搬进 move in， 搬进这个房子，把他的家具、把他的东西都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中文说搬进来，搬进来好 ，move in， 搬进来。那如果他不住了，这个房客不住了，他想要搬走，我们中文说搬走，就是 move out of here， 搬走。如果他不住在这里了，那么他就要搬走。所以如果你租了这个房子，你可以搬进来；如果你不住了，那么你要搬走，搬走好 ，OK。宿舍，宿舍的话是学校你就不是房客了这个如果是学校的宿舍，这个你不是房客，学校也不是房东我们宿舍就不用这样的词汇，通常是住在学校外面的话，我们才会使用房客不能养猫，很好，很多房东是不准房客养宠物的很多房东不准房客养宠物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新房客下午会怎么样？好，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图，你就知道他们要搬怎么样。你看他们把东西拿着，准备进去这个房子，所以他们是搬进来还是搬走呢？新房客下午会怎么样？好，搬进来，很好。宜兴搬进来 ，Norbert， 新房客下午会搬进来。好，他们跟房东租了这个房子，所以他们下午会搬进来。
好，很好哦，很好。好的，新房客下午会搬进来 ，Henny， 新房客下午会搬进来。好，米磊也答对了，非常好啊，好，太棒了。对，因为宿舍一般是学校里的吧，学校里的 dormitory， 学校里的啊。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第二题，李娟是一个女生的名字，李娟没钱，李娟没有钱，李娟没钱交房租，房租就是 rent。各位同学，你如果向房东租房子的话，你每个月要付给他一笔钱，这笔钱就叫做房租。房租。那我们如果说交，就是给房东这个钱，交就是 to pay to give， 交房租你会把租金给房东哦。好，房东要求他怎么样？要求就是他会命令你，他会叫你这样做，你给我做这件事情，你给我做那件事情 ，do this, do that, order you to do this, ask you to do that， 要求 request or ask。李娟没钱交房租，房东要求他怎么样？好，很简单哦。好，李娟没钱交房租，房东要求她搬走。答对了，搬走哦。好，搬走。好，雷曼答对了。Jose 搬走。森杰在哪？哦，森杰来了。房租跟租金一样吗？森杰，房租是指房子的租金，租金可以是车子的，你可能租车子。租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租金，不同的租金，但是房租一定是房子的其实意思差不多，但是租金可以是别种的租金，比如说你租车子，如果你租车子的话，你是车子的租金所以租金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东西。李娟一贫如洗，没有钱交房租，房东要求他搬走好，我们的这个素英也答对了张义训也答对了好 ，OK， 很好，敏敏也答对了。好，说前几天我没空，所以今天才过来，没关系。好，搬走。好，慧君搬走。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如果你没有钱交租金，如果你没有每个月给房东租金，给房东房租，那么房东会要求你搬走，会要求你搬走。好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看下一个词汇叫房屋。各位同学，房屋其实就是房子的意思它们是同义词。房屋就是房子房屋就是房子，特别指的是那个 building 特别指的是那个 building 我们叫房屋房子，它们是同义词，一样的意思 house。OK， 那么注意，房屋的量词呢是间或者是所，通常我们用间。一间房屋，两间房屋，间比所常用。一所房屋比较正式一点，比较少用三间房屋，五间房屋。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这间房屋看起来很狭窄。好，狭窄是什么意思 ？narrow， 狭窄就是很小，这个地方很小，然后不大不宽 ，not wide, not big, very small, very narrow。狭窄表示这个地方呢很挤很小，你要这样子才进得去你要这样才能够走进去这间房屋看起来 look like，OK， 看起来 look like。我们中文说看起来表示你看到一个情况 look like， 就像英文的 look like。所以你也可以用什么？你也可以用这个叫什么起来？听起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一些动词加上起来sound like， 听起来那各位同学，
你还可以，这个叫什么起来？用鼻子，这个叫闻起来 ，smell like， 闻起来，闻起来，闻起来，好，闻起来很香，这个包子，闻起来很香，哇，这个包子很好吃，闻起来 smell like。那么我们还可以什么起来？还可以，用舌头去尝，对不对？这个叫尝起来，尝起来。好，各位同学，比如说，这道菜尝起来很好吃，尝起来。如果你吃一道食物，吃一道菜，这个牛肉面尝起来，尝起来很好吃，尝起来很美味，用嘴巴尝taste like，尝起来。好的，好，雷曼说有一个成语叫心胸狭窄，什么意思？表示你这个人很没有风度，表示你这个人呢很小气，心胸狭窄，表示你这个人 not generous, not kind, you're very stingy。OK， 心胸狭窄 ，you're narrow-minded。好，心胸狭窄是很棒的成语啊。好 ，OK， 房租不高，对，很好，塔尼亚。这间房屋看起来很狭窄，所以房租不会高，房租应该是比较低你用比较少的价钱就可以租到这个房子好，非常好。房屋可以翻成 room 吗？绝对不行Henny，room 一定是房间，所以各位同学，房屋是 house， 房间是 room 不一样不一样的意思。好，所以不要搞混了好，房屋或者是房子，我们翻译成 house， 房间翻译成 room。OK， 好，对，森杰说的很好，心胸狭窄的意思就是不大方、很小气，而且呢，有时候是很 narrow-minded 很 narrow-minded。好，对，房屋等于房子，没有错，房屋就是房子的意思房屋就是房子好。好的，各位同学，狭窄，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个形容词 narrow， 狭窄，可以说一个人的心很狭窄，表示这个人看什么事情都不开心、不喜欢或者是很小气好，各位同学，我们来学习更多关于房屋的词汇。来，第一个词汇就是房屋中介。好，这个在台湾会念成中四声中介，在大陆会念房屋中介。好，各位同学，什么叫房屋中介？就是如果你想买房子的话，通常你会找一位房屋中介，他是一个职业。房屋中介他会带着你去看新的房子，你喜欢这栋房子吗？不喜欢没关系，我再带你看另外一栋房子。所以房屋中介这是一个职业，如果这个人是房屋中介的话，他会带你去选房子，去找你喜欢的房子，因为你想要买房子了。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你的老公或你的老婆结婚之后，你们可能会想要买一间房子，这个时候通常你们会去找房屋中介来带你们找你们喜欢的房子房屋中介。好的，所以各位同学 Teresa，Hello Teresa 来了好，各位同学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房屋中介，所以通常我们要买新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找房屋中介帮助我们好 OK， 好的，你们的国家是不是也有很多房屋中介呢？你们买房子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找房屋中介帮助你们呢？应该都会好，第二个，房屋出租。好，各位同学，中介不是社的意思中介是一个人，他是个职业，
如果你是一位房屋中介，表示你是介绍或找新房子给别人的人，你是这是你的工作，这是你的职业，你是一位房屋中介，不是社不是社的意思哦。好，这是一个人，中介是一个 person，OK。对，房屋中介帮我找到合适的房子，可以，很棒。Juno 说在巴基斯坦有很多房屋中介好，对，房屋中介会抽成的 commission， 他会抽 commission， 他会抽成的对，房屋中介如果成功的介绍了房子给你，他要抽成他要抽成。好，抽成好，奕迅说在我的国家里有很多房屋中介。OK， 很好。我的婆婆，对不对？我的婆婆是一个房屋中介。哇，真的啊！中介是个人哦，各位同学，中介是个人。各位同学，这个人就是房屋中介，他是一位房屋中介房屋中介就是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位房屋中介他不是一个 company，no， 他是个 agent，a person，the job，OK，the position， 他是一个房屋中介，他是一位房屋中介他是个房屋中介。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是房东，如果你是一位房东，你有房子要出租，那么你通常会有一个告示牌，对不对？你会贴广告 advertisement， 这个广告上面记得要写房屋出租，表示你有房子要出租。好，房屋出租，你常常会在路上看到这个广告，上面写房屋出租 house to rent， 表示你有房子要租给房客，你有房子要租给别人，所以房屋出租，出租就是 like rent out， 出就是 out， rent out， you have a house to rent out， 房屋出租，这个在路上常常看到，你会看到有人想要把他的房子租出去，你会看到这个广告看到广告，对，会说非诚勿扰。房牙子是什么东西？房牙子，对，房屋中介就是介绍房屋给别人的人，很好非常好。他是个人呢是个人。好，再来，如果你有房子想要卖给别人，卖 sell。如果你有房子要卖给别人 ，sell your house， 那么不是出租，不是出租，我们说出售，出售就是卖的意思 ，sell 卖的意思。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广告，上面写房屋出售，出售表示卖房子，这个人要把房子卖出去房屋出售 ，house to sell，house to sell。好的。职业中介不一定是房子，有很多工作都是中介有很多种工作都是中介。抽成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好，抽成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房屋1000块，1000元，房屋1000元，如果你成功买了这个房子，那么你要给中介500元。那么这个中介会抽成，比如这个中介说这个房子很好，这个慧君你可以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很棒，慧君买了，慧君用1000块买了这个房子，成功的买下这个房子，那么你要拿500块给这个中介，这个叫做抽成，因为这个中介介绍给你这个房子，他要一点钱，对不对？这个叫抽成，他要抽成，所以你要给他500块，不会那么高，可能50块啦，不会到500块，可能50块吧，50元。你用1000块买了房子，你要给这个中介50元，这个50元就是抽成抽成，对抽成 commission， 英文叫 commission好。
听得懂吗？因为他介绍房子给你啊，你要给他一些钱嘛。他介绍房子给你，你要给他钱啊，这个叫抽成啊，抽成。好，比如说你用1000块买了这个房子，你要给中介50元，50元就是抽成啊。好，好，各位同学，房屋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形容词有，好，这些都要记起来，很重要的形容词，宽敞。宽敞，什么叫宽敞？哇，很宽 ，very wide，very spacious，宽敞。如果你的房屋很宽敞的话，表示房屋里面很大，很多空间，住起来很舒服，因为特别大，宽敞，宽敞。好 ，Carmen 说他想要卖房子，他现在找房屋中介帮助他，很棒的句子 ，very good，好，很好哦。这位同学想要出售他的房子，很好的句子，出售就是去卖的意思，很棒啊。佣金也可以，李开心可以说佣金，你要给房屋中介一些佣金，一些抽成哦。好，像台湾的话，佣金大概是5%啊，你买房子的话啊，要5%的佣金抽成给房仲啊。好 ，OK，5%的佣金，5%的抽成。好，雷曼说老师的房子内部很宽敞，老师的房子内部很宽敞哦，很好。好，各位同学，你们家里很宽敞吗？如果你家里面很宽敞，哇，那多好啊！家里很大，对不对？那有的人的家里，像理查老师的家里就很狭窄。理查老师的家很狭窄，都要这样走路，很狭窄，很小。理查老师的家很狭窄，理查老师的房间 room 很狭窄哦。好，狭窄就是 narrow。好，你可以说房子很狭窄，你可以说路很狭窄哦，你可以说房间很狭窄。好哦，你都可以用房间、房屋、房子、路很狭窄 ，very narrow。好，OK，好的，没问题哦。I love Taiwan pretty much。哇哦，酷。姑妈的房屋很宽敞，很棒的句子。好，Norbert 的家里比较宽敞，很好的句子哦。好，很棒哦。好，各位同学，你们家会不会很狭窄？如果你是租别人的房屋，租别人的房子，可能就会比较狭窄一点哦。好，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很干净 ，clean、tidy，房屋很干净，表示不脏乱，不脏 ，dirty，not dirty，干净啊，干净。好 ，Noble 的客厅大概有75平方米，哇，好大哦。好的，各位同学，我们再往下看啊。来，下一个词汇叫房租，房租就是 house rent。OK，注意一下，房租的量词是笔，一笔房租，2笔房租。好，你必须付3个月的房租当租金。好，必须，一定要，have to，付 to pay to give。3个月的房租表示你的房租要付3 months 3个月，当就是 us 啊，当就是 us， 当租金，你必须付3个月的房租当租金。好，通常你要租房子的时候，通常你要租房屋的时候，你要先给房东3个月的租金。在大陆在台湾都是这样子。你如果想要租这一个房屋的话，通常你要先 first， 你要先付，你要 first pay 3-month rent，right？ 你要先付3个月的租金表示你愿意租这个房屋这个通常是这样子。在你们国家是这样子吗？在台湾，在大陆，如果你要租一个房屋，你一定要先付3个月的房租。一定要先付3个月的房租。好，我不想住在很狭窄的房屋里面，很棒。
好，他有一间宽敞的房子，很棒。好的 ，OK， 这里的当就是 us，OK， 好，来，各位同学，我们来学更多关于房租的这个词汇啊。来，第一个，欠房租，欠房租就是你没有交房租给房东，那么你就欠房东房租，你没有给他租金，所以你欠，你没有给他，你就欠他钱了，对不对？欠他钱了。好，第二个，如果你有钱的话，记得你要交房租，你也可以说付房租，都可以。交房租，付房租。好，如果你是房东，你要向房客收房租哦，你会向房客收房租哦。好的，比如说理查老师是房东，雷曼是房客，我要向雷曼收房租，收2个月的房租，收3个月的房租。好 ，OK。如果房屋不宽敞，也不狭窄，就不大也不小，这个房屋不大也不小。好，Henny 说，老师，如果我的房屋不宽敞也不狭窄，那我们就说这个房屋不大也不小，哦，不大也不小，或者你说适中啊，也可以，这个房屋大小很适中，大小适中。好，这个房屋大小适中，这个房屋不大也不小。好，俄罗斯只要付2个月的租金，好，通常在台湾、在大陆要付3个月的租金啊，通常要先付3个月的租金。好，那刚刚有同学说，在缅甸要先付1个月的租金，是吧？好的，好，我们来做题目啊。房东很生气，因为他什么了？半年的什么？房东很生气，very angry，因为他就是房客啊，什么了？半年，半年是6个月，对不对？6个月，半年，中文一般说半年啊，半年的什么？他因为欠5个月的房租而被赶走了，没问题，可以的啊，可以的。好，房东很生气，因为他欠了半年的房租，很棒。好，敏敏，房东很生气，因为他欠了半年的房租，很好，答对了啊，雷曼。房东很生气，因为他欠了半年的租金。房屋马马虎虎，其实马马虎虎，Juno 马马虎虎其实没有很好，not decent，没有很好的这个房屋啊，马马虎虎的。其实你有一点不满意，actually you're not satisfied，其实你不是很喜欢，你才会说，so，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没有很喜欢，你才会说马马虎虎啊。好，房东很生气，因为他欠了半年的房租。印度要付6个月的房租啊！哇哦，好的，对，欠房租。好，苏英答对了哦。好，OK，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要支持理查老师，每个月$2就可以支持理查老师了哦。谢谢大家，我们要来考试了。第一题，房东、房租、房屋。好，我大部分的薪水都用来付什么了？好，我就是我的哦，我的薪水，什么样的薪水？哦，大部分 most of my salary，我大部分的薪水 most of my salary，哦，我大部分的薪水都，为什么用都？我们学习过了，如果你要强调很多，
你要强调多数，我们会用都这个字来强调大部分所以这个都是强调每个人都，大部分的人都，很多人都，这个都是用来强调很多多数的意思。好，用来 be used to， 用来做什么事情付什么了。好，房租了，付房租了，我大部分的薪水都用来付房租了。熟龄，房屋，付房租付房租了。好，付房租，答对了，付房租，好，好，答对了，很好好，这个答非，我大部分的薪水都用来付房租了。好，答对了好，May 也答对了，很棒。好，很简单，对不对？第二题，房东、房租、房屋、房屋好，谁抱怨房客半夜太吵了？好，谁抱怨？抱怨就是你会说一些话，去抱怨一个你不喜欢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老公脚很臭，有香港脚，我的老公脚好臭你会抱怨，你会 complain， 抱怨好，抱怨就是你不开心，你不满意，所以你会讲一些话，你要抱怨，你要 complain。好，房客半夜 midnight， 半夜比如说凌晨两点、凌晨3点，太吵了 ，too noisy， 太吵了好，房东抱怨房客半夜太吵了，哇，太吵了，我睡不着，太吵了。好，米磊，房东抱怨房客半夜太吵了，答对了。小宁，还有这个佳妮我们的立新、达飞都答对了。房东抱怨房客半夜太吵了，很简单，对不对好，再来第三题，房东、房租、房屋。如果你想卖房，你可以找什么中介？好，在台湾叫中介在大陆叫中介。如果你想卖房，卖就是出售的意思，就是 sell。卖房就是卖房子。如果你想卖房子，你也可以说，如果你想卖房，你可以找什么中介？好，这题很简单，对不对？好，如果你想卖房，你可以找房租中介。好，佳妮，房屋中介答对了。好 ，Vanessa， 房东抱怨房客半夜太吵了。好，房屋中介很好，房屋中介好，答对了，房屋中介，房屋中介，好，没问题好 ，Henny， 房屋中介，好，房屋中介，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到3个单词：房东、房租、房屋。我们还学习到宽敞、狭窄，还有干净。我们还学到房屋中介，学到房屋出售、房屋出租，这些都要记起来。你到了中国之后，如果你想要租房子，这些词汇都很常会使用到，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今天的词汇比较重要，是日常生活会用到的词汇，所以你要把它记起来。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我们明天还有更精彩的课程，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再见，拜拜。好，巴卡，拜拜。